完了，进口温控回路直接烧穿，整本说明书全德文，厂里翻译请假，没人看得懂线路逻辑。下周骨科植入品的订单要是黄，全场绩效全扣，咱们这个月白干。上周我就跟周主任报备主板老化，他1分修预算都不批，现在彻底卡组产能，找谁都抵。给我3天，既能完整修复主板，顺带手绘一套国产数控轨迹图纸，还可以再单独设计出适配咱们厂子的防热材液压卡靭。小赵，你可别吹牛，这台德机上百万，精密元线碰坏，你一个临时工赔10年都赔不起。只是分段熔换，底层控制逻辑我拆了3次摸透了。摸透？你天天守着边角废料，跟我们正经工程师能比？周主任，图纸核心生物气恒温压参数我还没标注，你拿过去也调不准对火温度。车间技术主任拿图纸参考怎么了？真修好设备，表彰大会我还能提一嘴你打下手。打下手？整套线路配置全是我熬通线画的。行了行了，别不识好歹，图纸我先拿给厂长过目，耽误了设备维修，你担得起？今天重磅表彰，进口数控设备抢修全套国产改良图纸，全是周飞民独立攻坚完成。这份技术突破，直接保住了咱们厂100万订单。厂长，图纸是我3天3夜不眠不休画的，半成品被周副理偷偷拿走，核心加工参数他一问3不知。你个临时工，懂什么数控轨迹？眼红表彰，胡乱造谣，扰乱大会秩序。保安，把这人赶出去！我造谣？那好，骨科植入品的退货补偿工序，精准的摄氏度数据是多少？你现在当众说清楚。我每晚10点才走，小赵还趴在桌上绘图计算数据，这周主任就纯粹是要抢功劳。小声点儿，厂长亲弟弟，咱们可惹不起。赵琴，当众闹事破坏集体活动，我现在立刻停了你的所有工位操作权限。停了没关系，但图纸的功劳不能乱安在别人头上。还敢顶嘴！保安，把他架走，冷静！今日偷图纸抢功劳，日后如果将缺少参数的机床投产，生产出的手术器械全都会带毛刺，迟早会出医疗事故。厂里多名车间职工联合实名举报，你私自藏偷窃进口医用精密配件，证据确凿。从今天起，厂里所有切床设备、研发工位，你一律禁止触碰。通篇内容空洞不实，没有一条证据能够对应，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你们兄弟2人连夜捏造、刻意栽赃我的手段。说到底，无非是怕我当众揭穿。这套核心图纸原本出自我手，没偷配件，心里没鬼，你急什么？老老实实认错服软，好好跟我们求情。我和厂管发话，还能留你在车间打杂，勉强混口。打杂？我熬中间打磨出来的技术成果，凭什么拱手让人给你们做嫁衣？这半套半成品图纸我就留给你们，日后量产加工，缺了我脑袋里的核心参数，所有医用成品必定生出毛刺瑕疵，精度完全不达标，医院采购方100%直接拒收。公然跟领导顶嘴对抗，还蓄意扰乱厂里正常生产秩序，我现在就通知人事，直接把你辞退。我们龙兴机械厂绝不养你这种目无领导、桀骜不驯的刺头。没了你一个人，我们照样顺利量产，哼，根本不差你这号。咱们走着瞧。小赵，我清楚你受了天大的委屈，可周厂长在工业局有老熟人，人脉根深，我们普通工人说的话根本没用，别硬赌气呀。马叔，我都明白，这厂里容不下踏实搞技术、做实事的人，那么我走便是。小赵，你真打定主意要去滨海特区闯？不能找厂长低头认句软话留下来吗？就算受点委屈，好歹有国营厂稳定饭碗，外头两眼一抹黑，连落脚的地方难找。低头就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熬3个通宵画出的全套医用机床图纸，白白送给周府领工。我这辈子靠手艺吃饭，不能把自己的心血拱手送给只会钻关系的人。这种窝囊日子我一天都不想熬了。我昨天傍晚去找厂长签字领料，隔着办公室玻璃窗听见他打电话，要批整整50万专项资金，全部通过吕成立采购韩国大生淘汰2序机。那种民用机床根本没有国内医用的漏电和主轴热断防护，这种产品若是批量投产之后，到时候要出多少医疗纠纷，他半句都不在乎。我前后交过3份书面安全整改报告，详细标注韩系机床的临床风险，全部被周废随手扔在抽屉里。周氏兄弟眼里只有表彰奖金，
产品落地后的使用安全在他们心里一文不值，厂里老师傅全都心知肚明。可厂长背后有工业局的退休老领导撑腰，我们一群底层技工说什么都没人听。凭我一身本事，就算靠着收报废零件起家，也总有一天能造出合规的国产医用加工机床。小伙子，别在这堆货烂跟前打转了。这批海上失火报废的韩系机械散件，统一2分钱一斤当废铁回收。收破烂的货车都嫌拉着赔钱，你凑什么热闹？所有的烧伤机床整机、散落边角金属料、废弃电路板，我全部打包收购。地上的碎金属渣也一并算，全款当场结清，不拖钱。你是不是受刺激脑子糊涂了？这批都是韩国淘汰的民用设备，还一把大火烧过的，拼出来也是不能用的废机子，花钱收一堆垃圾，纯属打水漂。能不能造出有用的东西是我的事儿。我看这小子就是被厂里开除，心气不顺，拿机器瞎造。这批废机器再怎么改也达不到采购标准，最后只能砸手里。洋设备的核心防护件全烧穿了，修补的成本比买新的还贵。小伙子，你这纯粹白费功夫。明天一早，外商代表团就要过来验收他们定制的机床。这台样机偏偏赶在这个时候彻底卡短，要是修不好，订单直接作废，咱们整个车间的季度任务全部失败。谁能修好设备，我给他额外发奖金。这台机器的线路说明书全是韩文，主轴过载传干的回路结构跟国产设备完全不一样。我们拆解了半天，摸不通故障点位，实在无从下手。我可以给你们做临时的说明书翻译，但我没有系统研究过韩系民用机床的底层线路，可能会存在信息差。给我一把标准10字螺丝刀，15分钟就能定位故障，修复主轴传感组件。你一个跑货运收废料的，敢碰我们这台进口精密设备，万一拆坏了修不好，上万块的主轴卤件你根本赔不起。修不好分文不要，也不要责任我来负，只需要借用一下整套机床的原厂外文参数证明书给我翻阅。我叫田云，是医用材料专业的工程师，精通多国医疗器械的法规、外文元器件标注。如果你也在深造医用机床，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完整翻译全套参数，核对国内医用强制标准。我刚收购了一批失火报废的韩机散件，正缺一位懂药线合规的搭档，咱们正好可以一起改良设备，造出符合医院要求的国产加工西床。韩国进口的民用机械，由于构架原因，天生存在临床安全漏洞，改良空间很大。那后续我们一同拆解零件，研发改良方案。你仔细看，机身额定标注整期是韩国民用工业标准，国内医用法规强制要求的漏电保护、主轴过载段防护模块，这台机子一概没有，直接拿来加工骨科植入品，不仅边缘会产生尖锐金属毛刺，还可能有杀菌控制不到位的风险，植入人体极易造成软组织发炎排异，医院绝对不敢采购。我在龙兴厂时就听说了，韩国大生财团明知道中外医用标准存在巨大差异，还大批量往国内发射无防护措施的淘汰设备，完全是靠信息差赚黑心钱，根本不顾国内患者的临床安全。不光缺少安全防护回路，他们原生的温控曲线达不到生物契合加工标准，长时间加工不锈钢成品的耐腐蚀指标直接显示不合格，研报测试不到半天就会送实报废。我来设计一套独立加浆的双重防护模块，并改良温控回路，弥补上韩国进口机器的全部安全缺陷。改造之后，整机就会完全符合国内医院采购的准入条件。改良需要大量合规电子零件，你收购废料已经花光了大部分积蓄，改造资金会不会缺口太大？我的全部积蓄都会投进改良研发，只要能造出不靠外资的合规国产机床，短期亏损也值得。长远看来，一定能打破洋设备的垄断。那我就对照着药烟条文，帮你核对所有的合规参数，不会出现任何法规漏洞。咱们一步一步打磨样机。
顺利通过测试了。我们的耐腐蚀指标远望市面上的老旧国产机床，完全达到了县级医院的采购标准。咱们的第一台合规样机成功了。 市面上绝大多数国产机床的加工器械，全都没有这么好的做工水平。你这台设备的成品质量完全不一样。赵老板，我直接订3台整机。说白了，还是一堆洋垃圾拼凑的破烂设备，撑死200块一台，3台我一共出500，多1分我都不乐意掏。200。 连我这套改良防护模块的物料成本都覆盖不到。你不懂医用临床安全标准，就别随意压低价格，扰乱市场。滨海所有金属原料、机床注膏渠道，全部人脉都握在我的手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么多的低价材料？今天不给我这个价格，往后你连半块不锈钢板材都采购不到。赵兄弟，我按你的定价来，3台全款。 当场结清，后续每个月我还会固定复购5台，我可不跟这种恶意压价的商贩打交道。通知你认识的所有原料供货商，放出话，切断这个赵钦的金属物料供货渠道。3台定制机床，明天一早就要装车送给客户。县医院那边的订单还等着新一批手术器械投入门诊。 今晚要是赶不完，人家医院都要停诊。别硬扛，先喝口温水缓一缓。报表核对的内容，我也来搭把手。等这批全款到账，咱们直接就能租一间正规厂房，不用挤在这间漏雨小作坊里了。我倒是不怕熬夜，就怕外头这些闲言碎语传去监管所，万一有人恶意举报，监管所肯定要按流程来停工审查，到时候耽误了交货更麻烦。你看他俩。 整夜的拆洋机器，拼拼凑凑，连个正规生产牌照都没办，等着市场监管上门，那就是直接封摊罚款。你别看他们讲加工出来的医用器件表面上都多光滑，那些加工机床的内里、线路全是报废货改的。这要是临床出了感染事故，他俩把命赔进去都赔不起。我们这里有整套合规改良图纸，每一处线路改动，每一个加工流程全部对标国内医用强制标准，所有生物检测记录也都完整留存，真来人核查也挑不出半点错处，不劳你们费心了。 配套质保卡、检测报告都分袋装好，现在只要等候一早提货的货车。上次拿过去的骨科植入品，县外科主任点名夸赞，说质感顺滑，没有一点划手的毛刺。赵兄弟，咱们说定了，以后我每个月固定5台订单，1分价都不给你压。我也做出保证，3个月之内，机床若是出现主轴漏电防护模块故障，我免费上门维修。但凡加工成品测出谋刺锈蚀或生物检测不通过，全款原数退还，不用你多变设半句。 每台介床都配了单独的备案材料，你送到医院采购科可以直接上交，不用额外花钱找第三方送检，省不少麻烦。太好了，赵老板，什么时候能出新机型，一定第一时间联系我，我多预定2台备用。总算有了稳定的长期复购，咱们小作坊算是真正站稳脚跟了。现在还只能做小改装机床，远远不够。以后我一定要自研出一体式的铸造机身，造能出口国外的大型医用母机。吕总，那个赵钦的订单越做越大，好几家县城仪器厂都找他拿货。 咱们必须得把模具货源彻底锁死了。我立刻去联系财团的全镇县代表，请他把所有铸造模具全部囤仓，1块都不许留到这个小作坊的手里。周主任，这批成品的研冒测试才半天就起了锈斑，厂里检测科那边已经发来3张通知单了，再继续投产，几十万货全要积压仓库。图纸是原厂下发的标准版本，你一个操作工还挑上毛病了，到时候耽误交货进度，当月绩效全部扣除，1分不发。 之前小赵还没被开除的时候，特意跟咱们提过，这套图纸缺乏生物气柔温控曲线，高温加工必然会锈蚀起刺。一个被厂里开除的临时工，他说的闲话你们也当真？老老实实按图纸加工，少胡思乱想，扰乱车间秩序。检测科那边我会去处理。图纸不全，硬赶产量，最后医院退货追责，周府里身居主任的位子，还有一个当厂长的哥哥兜底，背锅的只能是咱们这帮一线干活的。上次我偷偷把瑕疵品挑出来，还被他训了一顿。 他根本不在乎病人用了会不会发炎感染。这群人管那么多闲事儿做什么？只要达到了订单产量，把货运到医院手里，那就是医院的事儿了。能向上边如期汇报产量达标，老子的季度平营奖金就能拿到手了。3家县医院啊，上周统一退回了龙形加工的成品，近1半都带有毛刺。
没能通过医院的使用标准，借口说我们已经验收，货品售出，订单完成，概不负责。赵老板，这几台机床我们送到你这儿，维修起步价给到你300块，我们是真没办法了。医院那边天天催，延误了我们担不起责任。可不是嘛，周非礼仗着龙兴是国营厂子兜底，卖了瑕疵货还拒不售后，整个龙州都找不到第二家能修这种残缺图纸机床的师傅。哟，这不是以前咱们厂的临时工小赵吗？离开国营厂的安稳岗位，没想到现在专门坐地起价捞黑心钱啊！一台破琴床修一修就要价300，当初在车间干活，1分钱额外酬劳都不敢多要，现在翅膀硬了。不是我漫天要价，这是你当初偷走我的半成品图纸时没能一起偷走的核心参数。这套设备长期缺陷运行，现在主轴直接标子报废，300块仅仅是我更换喘供铺件的物料成本，我1分利润都没多算。少拿图纸的就是胡搅蛮缠！你信不信我打一通招呼，往后你连半块加工金属料都采购不到，连一个订单都拿不着。我看你这小作坊还要怎么开门接单？二位别吵了，我的器械还等着维修好，赶紧送回医院呢。我先把维修费结清。周主任，后续供货的事儿咱们各退一步，行不行？我们要工作了，周主任，你靠着关系垄断渠道打压本土机修作坊，哼，早晚会吃亏的。吕代理，那个赵钦靠着改良报废的韩国进口机器，抢走了我们一大半的小型医械订单，再放任他做下去，我们龙兴的货就彻底没人买了。他的做法势必也会影响到众多正规厂子和您大生财团的合作。你手里握着大笔医用铸造模具的库存，赵钦只就要在您手里讨饭吃，咱们得联手想办法制住赵钦。这事儿不用你特意提醒，大生财团的高管全振真先生早就听说了这件事儿，他已经跟我通了气，说要找机会彻底掐断这些小破作坊的供应链。这批模具我已经全部囤货锁仓，市面上的零散订单一概不接。这个赵钦偷了便宜还不老实，现在搞得整个市面到处在传，说我们大生的机床存在隐患。如果还这么放任他做下去，韩国总部那边我也交代不过去。这些小作坊只会一味的降低成本，还要影响贵财团的收益。只要能彻底断了赵谦的零部件模具货源，后续我去找厂子，龙兴全厂的基础统一从大生财，每一批货我单独给你算高额分钱，长期稳定合作，咱们两边都赚他个盆满钵满。不止模具，跨省货运渠道我也会全部打好的。所有物流站点接到通知，但凡装着赵钦的机金属原料，一律临时扣押，双重封锁。他那个小作坊撑不过半个月就得关门倒闭。太好了，等他作坊倒闭，龙州的所有中小医械厂商只能回头找我们龙兴拿货。到时候定价权全握在你我的手里。吕代理，我想要和您签订大批量采购订单，进货一批医用机身模具，按市价全款现结，您这边意下如何？赵师傅，你靠着捡我们大生的报废民用机拼凑设备，现如今倒想起来要用正规医用精密模具了？真正的高端医用设备，龙州省只有我们大生有，你们这些本土小作坊只会改破烂、蹭标准。恕我直言，你们大生这批流入国内的设备，原生就是民用工业标准，没有医用漏电防护，没有主轴熔蒜保护，在实际工作当中根本不满足临床医疗要求，加工出来的骨科植入品易带毛刺、易锈蚀、易引发人体感染。最重要的是，你们明明知道存在严重医疗安全隐患，依旧大批量蹭销到国内，只为清库存、赚黑钱。够了！我们韩国进口的设备，什么标准轮不到你一个小作坊评判。既然你这么看不上我们的东西，正好，现在这批模具已经全部被预定锁仓了，别说市价，你就是出双倍价，我也一个都不会卖给你。我们大生财团的精密模具只会优先供给龙兴机械厂这样的国营大厂，周主任这样的正规合作方。我是大生财团的驻华总管，说到做到。没有你这样专门偷便宜的作坊，我们的货物也不会闲置生锈烂在仓库。大生财团恐怕已经通过吕成立和周福礼与龙兴厂已经形成了利益同盟。现在外资要掩盖产品缺陷，垄断国内设备市场，买办要靠外资吃返点控渠道，周福利要靠韩系进口机器冲业绩拿好处保位置。这三方为了各自利益，现在就要共同围剿我这个唯一能改良缺陷、打破外资垄断的人。我懂了，你们封锁模具，本质不是怕我抢订单，而是怕我把不合格的韩产机器改成合规低价的国产设备，是怕国内看见本土技术也完全能够替代洋货原材料，你们再也没法靠缺陷设备收割市场利益了。废话少说，立刻离开我的仓库！
怪构模具这条路彻底死了。既然外资卡脖子，那我就自己造，改造废弃锻造窑，自主开模，自产一体式模具，彻底斩断外资想对我的垄断。我通知你，全省所有货运站点全部配合龙兴厂的需求，展开统一管控。从今往后，但凡收货方式赵钦或是他名下作坊的金属原料、机床配件、成品设备，一律原地扣押，禁止放行。周厂长，这样不合行业流通规矩啊！私自拦截商家货运，市场监管查到可是违规操作，我们担不起责任。规矩我比你清楚。市工业局的荒岛是我追交，全部由我一人兜底，你只需要照做，不要顾虑别的。出了事我全权扛下。好吧，我明白了。哥，成了！吕成立那边已经彻底锁死所有医用模具库存，一个都不对外卖给赵钦。现在你再把全省物流卡死，他等于彻底断粮，没模具、没原料、没运输渠道，根本造不出一台完整机床。这就是一箭双雕。等他作坊彻底倒闭，龙州的所有中小一线作坊和各大医院没了靠谱的供应商，只能回头求着我们龙兴拿货。到时候，韩系进口机器的销量暴涨，我们的业绩平赢返现，全都能一个不落的拿到手。没错，没人能抢我们的订单，整个市场到底还是归我们说了算。统一口径，别慌，就说是赵钦被开除怀恨在心，偷偷潜入展台，恶意破坏设备，所有事故全推给他。各位领导，各位采购老板，大家别误会，这批设备原本性能完好，现在我们合理怀疑是之前被我厂开除的临时工赵钦心胸低暗，蓄意报复，偷偷进厂搞破坏，才闹出了这样的安全事故。不用栽赃嫁祸，这台设备出问题跟任何人的破坏无关。整机原厂标注的清楚，韩国民用工业设备标准。机器出厂原本就缺失国内的强制漏电保护，主轴熔断防护模块，属于先天存在致命隐患。你们明知这是不合格的医用设备，却挪用转向资金大批量采购，还敢在国际展会的大舞台上公开虚假宣传，原来是拿淘汰民用机冒充医用精密设备。我是龙州省第3医院的采购主任。前些天刚退掉了一批类似的不合格植入线，这种机器生产的用品，要是批量采购进医院，得出多少医疗事故？设备合规性存在造假嫌疑，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我们现在要直接查封展台，勒令你们2人立刻接受专项问询调查。50万工业专项资金，定向用于医用精密设备升级。你们全部采购韩国大生民用淘汰机床，进购设备却无医用防护不达标临床标准，造成了展会期间重大安全事故。所有违规操作，立刻如实交代。我没有违规，设备出厂参数齐全，在厂里调试时也没有一点问题。展会故障完全是人为恶意破坏，属于外部报复行为，不是采购过失。我的审批流程也全部合规。调查员同志，这事也跟我没关系。采购大生财团的机床敲定合作发审批资金，说到底全是我哥周贺一手拍板。他是厂长，我就是个车间主任，只负责执行生产，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决策权。你胡说八道！外资渠道是你去对接的，和吕成立的返点协议也是你谈的，你还自作主张的从赵钦手里抢来图纸，还未完工强行投产，也是你的主意。对我拍着胸脯打包票，现在出了事你就想全部甩给我？是你默许我拿返点冲业绩，你当厂长兜底，我才敢推进采购。现在出事全算我头上，我不背这个黑锅！不要吵！展会现场的目击者、受伤观众、设备原厂的民用标识、
设备图纸，证据已经全部掌握。我们还从龙兴厂内部调查得知，你们明知大升机床缺少医用安全模块，加工成品存在感染风险，厂内检测科多次出具未通过警告，却依旧不管不顾，挪用国债大批量采购，为了掩盖设备缺陷，垄断市场，勾结渠道打压本土技术人员。现在出了事，又恶意栽赃报复，种种行径，性质极其恶劣。现查实，你二人涉嫌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违规采购不合格医疗器械、恶意扰乱市场秩序等行为。我调查组将即刻立案立项，后续对你二人依法依规追责处理。周贺、周福礼涉嫌挪用国有转项资金，违规采购不合格医用器械，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现正式立案带走调查，后续等待司法处置。厂子现在欠了一屁股债，周家哥俩倒台，烂摊子没人愿意管，肯定有一大波外资等着趁机捡便宜。那大生财团早就盯着咱们本土的生产线款解了，这下没准要地产线全够拆解了，咱们这批老技工全都得下岗。干了一辈子，现在一大把年纪失业，往后上哪儿找活路啊？现在龙兴厂群龙无首，负债累累，没人愿意接这个烂摊子。我推测，大生财团大概率要低价吞并厂区，彻底销毁本土的生产线，垄断咱们国内的一汽市场。现在我们手里有稳定的订单，机床改良技术也基本成熟了，完全有能力全盘承接债务，保住这批熟练技工。我了解这群一线工人的手艺，也太知道外资收购后的下场。势必会是遣散工人，销毁本土中艺，彻底占领市场，再也不给我们的国产机床留下生存空间。绝对不能让这群踏实做事的老师傅流离失所，更不能让本土仪器制造彻底被外资拿捏。他周家兄弟做错的事，不该由全厂工人买单。好，龙兴厂这块本土根基，我们接下。只要稳住技工团队，保住生产线，我们就一定能淘汰掉缺陷的韩机工艺，把合规优化的国产医用机床真正做起来。我方大生财团开价20万元，整体收购龙兴厂区土地、厂房、老旧设备。收购完成后，原有生产线全部拆除报废，500名在岗技工全员无条件遣散，自行择业。干了几十年的厂子，一辈子的手艺，20万块钱就要收购，你们说拆就拆，说踢人就踢人，这是要断了我们的活路啊！厂区所有银行债务、国资欠款、违约赔款，我全额承接。全厂500名工人，一个不裁，全员留任。所有岗位基础薪资统一上浮20%，按月准时发放。哼，你一个小作坊老板也敢接龙兴的烂摊子？厂区外债几百万，你拿什么扛？少在这里说大话，自取其辱！我们有长期稳定的进购订单，按月回款。现金流持续充足，足够覆盖所有债务与全厂薪资。你就算拿下厂区也没用，医用零件、模具、特种金属原料渠道，还不是要找渠道进购？我代表大生财团，永久封锁你的厂子。没有核心配件，你空有厂房，工人也造不出一台整机，等着烂在手里吧。外资仅剩渠道垄断这一张胆牌了，而我的自主造模突围之路，即将彻底打破你们的封锁桎梏。你有订单又如何？没有大生授权的铸造模具，没有合规的医用机身外壳，你的机床根本无法整机量产。一旦交付延期，就等着巨额违约金让你瞬间破产吧！整个龙州乃至正片区域，模具和精密原料的渠道全由我们掌控，我们不松口，你永远无料可产。接手厂区，还妄想着让它重新活过来，你就这么想给自己套上巨额债务枷锁啊？李局长，好久不见啊！这回是我在与赵钦打交道，达成了长期稳定合作。每月数十台医用改良机床，定点出口欧洲，保证回款准时，零违约、零事故。德国的订单需求可是最严苛不过了，您放心，它的技术、现金流、交付能力完全经得起考察。你们想要垄断我外购模具的渠道，我早已预判到了。厂区的废弃老旧锻造窑接手后，我将全面改造升级，自研退货断压参数，
自主量产医用模具，彻底脱离外资供应链，不再受他们外资卡脖子牵制。外资垄断货源、倾销缺陷设备属于事实，早已扰乱本土仪器市场。他们的收购行为，我不能直接出手阻拦。但你愿意全盘承接厂区债务，愿意安置数百职工，避免裁员，还打算自研自产，突破外资技术垄断，这份格局和担当，我非常佩服。既然有人主动站出，愿意接管龙兴机械厂，现在本局全权接手龙兴机械厂，由赵钦争生产改制权限，全权移交。好，不用下岗，不用流离失所了，咱们本土的厂子也终于不用再任由外资拿捏了。赵厂长，我们已经跟着你好好干。我算是彻底开眼了。这种报废淘汰的老式锻造窑，连普通工业注胶都烧不平整，温差、温控、保温全部不会达标，你居然想拿来做高精度医用模具？赵钦，你为了应接厂区，简直是在说大话赌生死！大生把持了高端模具工艺这么多年，靠的是精密文控流水线和专用无尘车衫，你凭一台破窑就想替代进口会商标准？我劝你早点认输，主动把厂子交给我们，还能少赔一点德国订单的违约金。你们自以为垄断了渠道，可以安枕无忧的赚钱，早就荒废了最新市场需求，丢失了底层锻造工艺。你们的设备参数死板，适配性差，只会标准化量产，根本不懂得针对国内医用标准做改良。马师傅，咱老旧窑炉硬件虽差，但温控曲线、保温时长、锻压参数全部可以人工优化调教。我们已经完成多轮实验，进行了参数模拟调试，重新匹配医用材料的氮褐工艺，微调炉温皮度与冷却时长。改良后的一体式注吸、光洁度、致密性、耐腐蚀参数全面优于大生财团的分体式模具，完全满足欧洲出口标准。不可能，空谈无用，你们也不可能用这座破窑炉实现批量投产，成品不达标，每月数十台订单的违约金，我看你怎么倾家荡产。我们就等着你烧出满炉的废品，怎么把刚接手的厂子亲手彻底拖垮？全员进场，即刻启动我的方案：窑炉拆卸重装、清洁、温控改造，咱们连夜调试参数。好。各位，我宣布，从今天起，龙兴机械厂正式更名轻工科技。我这个新官上任，要烧起一把火，彻底肃清旧厂的歪风邪气。旧日里周家兄弟的规矩，今天全部作废。从今往后，厂里只认2样东西：技术过硬，合规负责。在我们轻工科技，没有关系上位，没有亲戚特权，没有窃取研发成果，更没有为了业绩而牺牲产品安全。谁的手艺好，谁做事踏实认真，谁能守住医用器械的生产底线，谁就能拿高薪、拿晋升、拿技术奖励。周氏掌权时期，各位老师傅受委屈了，我赵钦说到做到，全部留任，原岗原薪。你们每一位勤恳干活、坚守底线的工人，都是咱们本土制造业的根基。我新增了模具改良研发车间，专门自研一体式医用模具，优化安全防护工艺。以后咱们厂里只做合规、安全达标的国产医用机床。以前干活要看领导脸色，亲戚混日子都拿奖金，我们累死累活却要背黑锅。现在凭本事吃饭，终于有奔头。各位，这些是药店硬性标准、医用加工红线、生物3合性生产要求。过去周氏时代没人重视的安全规范和标准，如今要紧紧牢记心头，成为全厂生产的第一准则。从今往后，咱们厂子可不再是只为政绩、只顾盈利的国营空壳子了，而是真正要做技术、做品质、做国产口碑的实体企业。赵厂子，您顶住了外资垄断，扛下了巨额债务压力，把我们全员岗位保住。您的这份担当值得敬佩，更值得我们所有人踏实跟随。不行啊，表面肉眼可见存在细微尺寸，轨道只是偏了2毫米，现在整批注记尺寸全部超标，这批货只能报废，一个都用不了。马师傅，这批货数量不小，全部报废的损失也太大了，要不咱们就稍微放宽一点动科标准，先凑数交货，别耽误出口订单的交期。不行。厂长，就差一点点，除了马师傅和咱们内行的，外观上根本看不出问题。医用植入品没有差一点点的余地，哪怕是0点几毫米的偏差，放到人体组织里，那就是持续存在的摩擦、发炎、排异隐患。我们做的是治病救人的器械，不是普通工业零件，过差底线半分都不能让。
赵厂子说的没错，以前周肥离在的时候，就是为了赶产量、凑数据，一次又一次的放宽标准，最后酿成大祸。设备老旧可以修，轨道偏差可以调，工艺瑕疵可以改，唯独生产底线绝对不能将就。轨道水平已经校准了，重启传送锻造线。尺寸规整，线条均匀，完全达标。以前厂里设备坏了，轨道偏了，主任只会催产量，从来不肯让我们停下来调设备。这么多年，终于有人是真心把产品安全放在第一位。老设备只是旧了，但手艺没旧，人心不旧。咱们现在想把国产合规机床做起来，拼的就是严谨和靠谱。咱们轻工科技的第一准则永远是安全合规，精度为王。厂长，是我错了，我以后一定严格按标准来，绝不侥幸凑数。赵厂长、田经理，我这次是真急了。当年龙芯拖了德国客户半年工期，积压了一大堆订单，现在全压在了我头上。现在德方客户已经下了最后通牒，再交不出合格样机，上千万的违约金要让我全额赔付。钱总，我核对过了，这批出口的植入件要求误差低于0.01毫米，是欧盟顶级医用精密标准。之前龙芯的韩系改装机床根本达不到这个精度，这恐怕也是当初交不出来货一直拖延的核心原因。我当然知道难度高，可是那些外资大品牌大工程要价贵出1倍不说，交期还极其不稳定。我当初赌一把，特意留给咱们本土工厂，就是想扶持国产。可现在工期卡死，我实在赌不起了。厂长，咱们新改的窑炉加工线还在磨合，直接对标欧盟最高精度，风险太大了，万一打样失败。说实话，我现在心里完全没底儿。龙兴老厂的设备老旧我知道，之前又是一堆不合格的韩系设备做主要产能，我真怕再次翻车。不仅我要破产，你们刚起步的新厂子也要被彻底拖垮。钱总，我不跟你空口保证，空话没用。你现在就跟我去精密车间，我亲自上机调试参数，现场打样，一切精度和稳定性，咱们当场拿成品，看实测数据，能达标我们按期交付，不达标你被龙恒厂拖累的所有损失，我全权承担。好，我就再信你一次。只要现场样品达标，我死等你们工期。我们改制后全线舍弃了韩系机器的缺陷工艺，自研一体式模具，精度底子完全不一样。就龙芯做不到的，我们轻工科技可以做到。走吧，用成品说话。马师傅，旧机床的调教精度本来就弱，之前周飞礼在的时候，连0.05毫米标准都没人敢碰，0.01毫米根本想都不敢想。我不是不信你们技术。是欧盟这套医用植入前标准卡在行业最顶端，韩国大生沿海一带的所有微子厂都要靠全新进口流水线才能达标。你们的设备真能突破？外资设备的参数固定，死板一刀切。我们有手上的自研模具，全套实验参数，加上人工医用精细工艺，可以哪怕这套老旧设备也能补上精度短板。误差0.008毫米，完全低于欧盟0.01毫米误差标准，同时生物兼容、光洁度、抗腐蚀全部达标。真达标了！老旧设备、自研模具，居然干过了外资的精密流水线。之前行业里的所有人都说，国内没有哪家厂子能做出高端医用精密钳。今天我算是亲眼见证了。以前靠着劣质韩式机器混日子，只能做些低端粗加工。现在咱们自己改工艺，自己开模具，终于能拿得出手，走得出国门了。设备新旧是其次，工艺标准、生产底线才是关键。医用器械只要用心钻研，严守精度，就没有突破不了的门槛。赵厂长，之前的老龙兴的逾期账我全部看销，一笔不提。我还要再次追加200万的出口定向订单，全部锁定你们家这一手自研工艺。以后我的高端医用外贸单只给你们轻工科技做。刚对接完所有长期供货商，全都一口回绝供货，问原因，只说是渠道统一管控，这摆明了是大生财团在背后施压。咱们现有的合规原料，顶多支撑3天生产。全振贤和吕成立的手段一次比一次狠，挖人、掺炼料都没绊倒我们，现在直接垄断全部正规钢材，摆明想逼我们停工违约。出口订单交货期卡底，一旦停砍，总不能真去买市面上不合格的发标钢材吧？周飞当年大批采购的报废韩式机器还堆在那边。机身主体钢材原本就是工业级标准，剔除锈蚀、破损部件，剩下的基材经过提纯热处理，完全能达到医用加工基础要求。拆解废旧设备回收钢材，工序繁琐，还要额外增设提存的工序，会大幅增加人工工时。这点麻烦不算什么，只要能保住合规原料，不让厂子停工，可以加班拆解分拣，分类剔除不能用的锈蚀件，绝不能为了赶工期用劣质原料，砸掉我们的出口口碑。拆解旧设备、回收钢材只是临时办法。
后续我要对接外地钢厂，绕开吕成立控制的本地渠道。眼下先盖下分拣提纯，先撑过这几天难关。我们立刻安排人手分组，一部分拆解机床，一部分同步做钢材提纯退火处理，绝不耽误精密注浆生产。全镇贤想用原料封锁逼垮我们的本土工厂，但只要全场人心齐，总能找到破局的办法。赵厂长，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市面上的进口模具和优质原料现在全在我们大生手里把控着。你没有外购渠道，单靠改造旧窑根本赶不上订单工期。有事直说，我给你一条活路。厂里全套数控程序、一体式模具、核心图纸打包转给我。图纸交干完毕，我立刻放开所有模具货源，将大生的部分订单外包给你，保证你按期出货，还能有赚头。核心图纸是全厂日夜攻坚的资源成果，不可能转让。你别不识好歹，逾期交付德国订单，千万违约金压下来。你这个刚盘活的小厂子就要直接破产，几百工人全部失业，这笔账你算过吗？靠出卖盐源技术换短拖货源，等于自断后路，我绝不会同意。高温锻造窑改造已经完成70%。3日后就能量产一体式模具。自主产模具之后，你手里垄断的分体模具，对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制约作用。你们真以为老旧窑炉能产出合格医用模具？纯属自欺欺人。参数调试全部完成，首批4样精度已经达标，无需依赖你的货源。好，渠道你们拿捏不住你们，我就联络上游所有冶金企业，统一提供医用特种原料。没有合规特种钢材，就算你能做出模具，也没有原料加工跻身，照样完不成出口订单。原料渠道我们早已提前对接外省钢厂，多条运输线路并行。加快窑炉改造节奏，我们不能给对方任何卡断生产的机会。这破窑炉实在没法干，温控器隔半个小时就失灵，调完温度没10分钟又跑偏，天天熬夜连轴转，身子实在扛不住了。吕成立断了模具货源，咱们被逼着改造旧窑，可设备老化故障不断，就算熬到工期结束，也未必能产出合格模具，何必遭这份罪？万一最后试产失败，订单还是违约，我们这么多天熬夜全都白费。我知道大家连日轮班辛苦，这窑炉几十年闲置，温控零件老化失灵是实情，但咱们没得退路。你们这些没良心的，当初厂子濒临倒闭，咱们差点丢了饭碗，是赵厂长扛下债务盘活厂区，现在外资靠垄断模具卡我们脖子，咱们要是自己先泄气，只能任人拿捏。赵厂长，马师傅，我们不是不想干，只是一次次调试失败，心里看不到盼头啊。老式窑炉不能死套仪器参数，温控失灵的时候，靠炉膛火焰色泽、制件发红程度就能微调退货温度上。马师傅，有您的实操经验兜底，刚好补上温控设备老化的短板。咱们分2步来，仪器粗调，人工平火后精细修正。眼下辛苦只是一时，等一体式模具量产成功，咱们彻底摆脱外资模具垄断，以后生产不用再看人脸色。熬过这阵子，厂里会给所有人补发加班奖金，绝不亏待大家。厂子说的对，不能让外资随便拿捏咱们国产厂子。我们接着干。最新一轮延安测试、疲劳耐久测试全部通过，模具无毛刺、无应力偏差、抗腐蚀、生物兼容性全数达标，稳定性远超旧款分体模具。厂长，之前是我目光拙浅，觉得老旧窑笼高精度医用模具，还私下抱怨白费功夫。现在看到成品，我是真服了。咱们靠老设备、硬技术，居然硬生生打破了模具垄断，这工艺精度比采购的外资模具还要稳。设备老旧可以优化，工艺落后可以迭代。真正卡住国产制造业的，从来不是设备，是不敢突破的心态。赵厂长，你这一体式模具的成品精度和稳定性比我预期的还要好。完全碾压进口分体模具，适配欧盟出口标准，绰绰有余。我们不靠外购垄断货源，自研自产，品质可控，工期可控。我再向你追加300台的出口订单，以后你的自研一体式模具就是我外贸渠道的供货主力了。全代表，轻工科技这边喜气洋洋的，刚才钱总也到场了，恐怕他们的一体式模具已经成功投产了。全代表，模具断供、渠道封锁全都失效了，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没有你个没用的东西！他靠技术破局，那我们就用市场闷死他。
首批一体式母机全部达标，打包完毕，今晚直方港口准时交付欧洲。咱们彻底摆脱外资模具垄断，成功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全代表，下周的龙舟博览会汇聚全国中小一线采购商，是年内最大的行业展销窗口。赵钦拿下海外订单，名气越来越大，对我们威胁极大。渠道、模具、原料都困不死的，那就用市场价格战彻底拖垮它。您是想动用库存的瑕疵机床和模具？没错，全线下调同类医用机械售价，此次不计成本，不计亏损，不顾一切也要给我抢回市场。中国这些小厂商只求性价比，根本不懂什么高精医用标准。我要让赵钦空有高端技术，却没有市场销路，彻底卡死他的现金流，逼得轻工科技无路可走，最终只能被动降价，亏损经营，逼他彻底退出高端一切赛道。大生最近低价倾销产品，他们亏本砸价打价格战，我们精工设备成本高，根本没法跟风低价竞争。这次怕是要吃亏。他们想用低端劣质货抢占市场，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我偏要正面迎战。您打算参加龙舟博览会？立刻报名参展，利用舞台展出全套一体式自研设备、欧盟检测数据、海外出口资质。他们拼低价、拼缺陷清撒，我们拼精度、拼品质、拼合规标准。价格战赢不了长久，技术和品质才是行业根本。这次我们当众和外资正面掰手腕，用实打实的国产技术口碑击碎他们的垄断阴谋。全代表，我已经拿下龙舟博览会的核心黄金展位，同时我联系了全国经销商，开出高额返点政策，强制他们此次博览会期间主推大生的设备。赵谦的一体式母机自研成本高，定价高，看着光鲜，根本不接地气。中国市场内遍地都是小作坊、小厂商，他们只求便宜，只求回本，根本没人会在意什么高端医用精度。我们批量清仓，淘汰分体机床，大幅降价，砸向全国市场，再用返点锁死经销商渠道，谁敢推轻工的设备，就取消所有合作资格。我就是要利用大资本和存量产能，彻底冲乱国内市场，让所有人只认大生，彻底挤死轻工科。现在全行业都在抢低价韩版机器，咱们的一体式设备工艺标准高，成本下不来，可是再死守原价，客户就要被抢空了。外面市场已经被彻底冲乱，要不去请示厂长适当降价，压缩利润，先保住市场，否则我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技术，最后没人买。绝对不降价，更不会为了抢市场降低工艺标准。我们的医用设备严守安全、精度和临床合规底线。大生投放的全是早该淘汰的分体旧机床，隐患多，容错率低。他们的做法也只是暂时靠低价收割低端市场。我如果跟风降价，只能压缩工艺成本，牺牲品质标准。一旦劣质工艺流出，不仅砸掉我们的海外口碑，更是对病患不负责任。这种自杀式价格战，咱们谦工绝不参与。我们的客户人群是高端出口、正规医疗机构、合规大厂，从来不是只求低价的小作坊。标准不同，目标不同，不需要和劣质韩机比拼。我们拼的是长期品质和行业口碑，不是短期低价走量。短期市场流失不可怕，可怕的是丢掉国产制造业的底线。博览会上，我们要用正规数据、合规品质、出口实力，重新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医用精密设备。市面上部分国产设备出自小厂作坊改造，没有正规工业流产，纯属拼凑改装，根本达不到医用精密工业标准。大生本次投放的分身机床成熟量产，价格极低，适配国内绝大多数加工厂，性价比碾压杂牌改装设备，是行业最优选择。我听说谦工那台一体式母机造价极高，加工成本离谱，性价比极差，而且手工改造设备不稳定，成品还有毛刺隐患，根本不敢用在临床。赵厂长，不是我打压你，做工业靠的是规模，是体系，是成熟量产。你靠着老旧厂房手工拼凑，也敢来参加国际博览会？你的设备造价高，隐患多，性价比为零，也就只能骗骗外行。真正做实业、懂标准的采购，没人会选你的作坊货。大生分体机久经市场验证，稳定耐用，价格亲民。反观轻工自研设备，全是噱头，毫无实用价值。他们刻意带节奏，颠倒黑白，再这么下去，大部分客户都会被彻底抢走。低价可以骗来人流，谎言可以暂时造势，但精度、安全、合规数据永远骗不了行业标准，骗不了临床应用。他们靠造势抹黑抢市场，我们靠真实数据就赢。
今天这场展会，我就让所有人都看清。单谈标准没有意义。今天现场实时加工骨科植入品，全程公开透明，用成品说话，对标外资设备。博览会禁止现场开机加工，你这是违规操作，立刻停机！没有报备实测流程，马上关停设备，否则我们立刻联系主办方清查。展会设备展示包含实景性能演示，合规可查。你们怕的不是违规，是怕当众露丑，暴露设备缺陷。同样材质、同样时长腐蚀测试，大生机型加工线已经出现氧化点，我们的成品零腐蚀，稳定性完全达标。医用植入件最怕毛刺残留，会造成软组织划伤、术后感染。韩基这批货根本不具备临床安全性，难怪卖的这么便宜，原来是牺牲精度、牺牲安全换的低价。医用工业价格可以让利，安全不能打折。靠淘汰残次品垄断市场，靠谣言抹黑对手，永远赢不了真正的国产精工。轻工科技的一体式母机，无论精度还是合规性，都远缺大生。你所谓的渠道推广、经销商返点，全是废纸。花重金买断的黄金展位、低价倾销策略，现在全部沦为了笑话。我没想到赵青敢现场实景对标，直接戳穿咱们的设备缺陷，客户才彻底倒戈。不要找借口！如今市场价格舆论全方位溃败，再不想办法卡紧它，整个南方医用机床市场都会被他一家独占。既然堵不住它的销路，就彻底断掉它的生产根基。您是说原材料？医用高端钛合金特种原料？众康冶金的翟进兴掌控着国内大半医用特种钛原料产能，你立刻联系他，以大生财团的身份要求联手，不计成本加码出资，重金施压，全面封锁所有医用特种钛原料，禁止向轻工科技供货。没有高端钛料，它的一体式母机精度再高，订单再多，也无料可产，产能彻底锁死。我马上对接翟进兴，重金谈合作，垄断所有高端钛原料渠道，彻底掐断它的生产命脉。赵厂长，即日起，众康冶金及全部下游商家将全面终止对你公司的所有医用原料供货。在途订单将截停后全部退回，对你轻工科技的库存预留全部取消。翟总邀约你单独面谈，后续原料合作全看谈判结果。不好，车间的核心生产原料全部被掐断，生产线随时面临停工风险啊！赵厂长，我可以恢复你们的全线原料供货，甚至给你独家优先供货权，但条件只有一个。千工所有数控程序、一体式模具、自研技术，众康必须占股51%，技术权属后续迭代研发要全部由我方控股。你这是要直接吞并我们的所有核心资源成果。不瞒你说，我手里握着市场上3/4的月件批号，你不答应就是永久断供。没有医用原料，无法注册设备，你的技术就是再先进，订单再多，也生产不出一台合规医用器械，只能彻底停产违约。翟总既然掌控全国顶级医用原料，那我们就现场做一次耐腐蚀和研冒对标测试，当众验证原料品质。就算要接受你的条件，也好让我们心服口服。没必要测试，我是供货方，我说合格就是合格。今天不谈原料品质，只谈技术股权交割。你们答应我就供货，不答应那就永久断掉。靠垄断原料掠夺国产技术牟利，不是长久之道。技术是全厂攻坚的心血，关乎国产行业命脉，51%股权，
我绝不可能拱手让人。这次参加您邀请的谈判之前，我刚好邀请了一批业内的同行前辈们，计划借您重康的场子办一场技术观摩交流会。大家已经到齐了，就在场外恭候。希望翟总不要驳同行们的面子。哼，好啊，那我就要等着看二位笑话了。各位同行的前辈们，下面我们公开对重康冶金原料进行长效耐腐蚀检测。经过半小时的现场测试，重康冶金的医用钛来、316L 不锈钢等10余种材料式样，内部金属杂质严重超标，相较市面上高价订购的其余渠道材料，重康这边表面率先出现氧化斑点、小溪送蚀，材质稳定性极差。完全达不到高端植入器械标准。反观由我们轻工科技自研提纯工艺处理的同批次原料，板面光洁无腐蚀，参数稳定合规，两者差距一目了然。重康的原料居然还有这种品质硬伤，我家去年的一批成品就被驳回了，原来是因为原材料的问题。还好由秦工科技牵头，这下我算是彻底看清了。赵钦，你蓄意制造虚假测试，恶意抹黑重康品牌，公然损毁我公司行业声誉，今天必须给全场一个说法。仪器公开，数据透明，全程可溯源。是你的原料品质不达标，不是我的测试有问题。数据就是事实，你的医用原料杂质超标，临床极易出现排异、腐蚀和脱落情况，这是关乎患者安全的底线问题。我要暂停与重康的长期供货协议，重新筛选合格原料渠道。赵厂长，你家的提纯材料可以量产吗？我们谈谈合作。好，你们靠这样的手段挑毛病，想要拆解我的市场，那我就直接掐死源头。西山钛矿是龙州唯一的高端医用矿脉源头。我即刻全款买断整片矿区开采权，锁死所有高纯度矿料，垄断上游原矿资源。我倒要看看你赵钦没有矿源，没有原料，还怎么提纯，怎么生产，怎么和我抗衡？翟总，你的做法不过是最后的反扑，你已是穷途末路。各位，我轻工科技与省医工学院的此次合作，目前医用提纯实验平台就算正式搭建完成了。各位可以开始配比试剂配方。我们的目标是把普通工业钛料提纯到植入级医用标准。我必须实话实说，水富提纯工艺能耗大，耗材昂贵，现阶段成本远超直接采购成品原料。翟进兴锁死了优质钛矿，普通钛料杂质基数极大，这套工艺很难具备落地价值。是啊，短期成本太高，就算实验成功，量产也撑不住，风险太大，我们不建议继续死磕。我承认，现阶段自主提纯成本偏高，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的每一分高成本都是为了打破垄断，可眼前亏损是实打实的，怎么解决？一旦工艺定型，我们不再依赖西山优质钛矿，普通工业钛、回收钛材都能提纯成医用级原料。别人卡堵矿源、卡堵供货，我们就干脆绕过他的陷阱，自己掌握材料核心技术。这是产业破局的长久之法，不是短期算账。赵厂长、田经理，刚刚有人私下找我，自称是重康冶金的人，愿意出重金买我们的提纯配方和原始实验数据。翟进兴居然搞窃密收买，他封得住矿源，封不住技术突破，所以想靠歪道子截胡我们的成果。对方开了什么条件？对方承诺年薪翻倍，外加高额现金酬劳，只要我偷偷拷贝整套配比参数和工艺流程，我当场拒绝，并立刻回来报备。太过分了！商业竞争靠封锁、靠窃密，根本没有行业底线。从今天起，实验室实行数据加密分区作业，核心配方双人保管，严禁任何人私自对外沟通实验内容。我马上落实全线管控，切断所有泄密渠道，保证工艺数据绝对不外流。翟进兴越是不择手段，越证明我们走对了路。只要我们肯下这套医用钛提纯工艺，彻底实现原料自主，
所有上游封锁都会不攻自破。我们继续实验，完成攻坚。马厂长，我们这次过来，想批量采购一批高品位钛原矿，用于医用级替换研发量产，价格可以据实上批。不好意思，赵厂长，西山矿区的所有高品质钛矿已经全部签了独家协议，统一专供重康冶工，对外一克都不出。马矿长，我们可以签订长期采购合同，中等品质的矿也愿意收，稳定变量，也能给矿区带来持续收益，没必要独家绑定一家企业。翟总给出的条件足够优厚，协议白纸黑字签死了，规矩摆在这儿，任何人来都没用，你们请回吧。赵厂长大老远跑来，怕是要空手而归喽。我早就料到你会来抢矿源，提前锁死了整片西山高品位矿，你就算出价再高，也拿不到1克的优质原矿。垄断矿源，恶意封锁供应链，根本不是正当行业竞争手段。商场竞争只看输赢，不看手段。没原料，没矿源，你们的停魂实验室就是空架子。最后劝你们早点放弃，别白费力气。那边堆积的苇怅可是常规开采剩下的废料，不是废料也差不多了，都是低品质的开采苇怅，杂质极高，利用率低，没人要，一直堆在那儿闲置。低品位苇矿杂质太多，根本达不到医用原料基础标准，完全没法用。别人看不上的废料，恰恰是我们的突破口。你的意思是用我们的水武提纯工艺处理这些苇套？翟总看不上这些苇矿，不准对我们售卖优质矿，这些废料倒是不会管吧？只要我们的提纯工艺足够成熟，就能变废为宝，把苇套提纯成植入级医用钛材。别做梦了，一堆废矿石还想做出医用原料，纯属异想天开。你们只懂垄断资源、收割利润，不懂技术可以改写行业规则。你们既然已经锁死了优质矿源，我就把这些废弃苇量盘活，照样能突破。我们轻工科技立刻对接矿区，打包收购所有钛苇浪，全力开展苇浪提纯试验。别人弃之不用的废料，就是我们打破垄断的全新底牌。马矿长，我要打包收购你矿区内的所有钛苇矿石，并承包矿区西侧的3座废弃矿洞，买断30年独立开采、处置使用权。赵厂长，你没开玩笑吧？那几堆全是开采剩下的废苇矿，杂质成堆，毫利用价值。我们废在那儿好几年，连请运都嫌麻烦。花钱包矿山10几年，第一次见有人做这种亏本买卖。人家是做嘎官，不懂矿山原料，被空架子研发冲昏头了。我们自有处置利用的技术方案，只需要矿长敲定承包合同。行吧，既然你们执意要买，我没必要拦着。这些晚素本来就是废弃废料，我低价给你签30年合同，也算帮矿区清理闲置差糟。价格没问题，即刻拟合同，我们当场签约付款。苇矿的开采权就正式移交你了。真是天大的笑话！眼见拿不到优质高品位矿，居然花钱买一堆没人要的废弃苇矿。你赵厂长是走投无路，彻底病急乱投医了。荒唐至极！这些苇浪杂质严重超标，根本不可能提炼出合规医用钛材。不用管，任由他瞎折腾。一堆废石头也想翻盘破局，纯属自寻死路。我倒要看看你耗光资金、耗光人力，最后炼出一堆不合格废料，耽误订单，拖垮厂子，到时候拿什么跟我抗衡？哼！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在做无用功，没人发现这些晚物里藏着可负极替换的医用钛核心元素。正因所有人都轻视废料，我们才有翻盘机会。他们死守高端矿源，傲慢轻敌，恰恰是我们突破原料垄断的最佳契机。首轮水法提纯的检测结果出来了，废弃氧矿提纯后的钛金属纯度完全达标。真的达标？这批法物杂质基数极大，我们原本以为至少要调试10几轮才能出效果。不仅达标，各项参数全面超过医用植入级标准，全部追平了重康冶金的成品原料。之前全厂上下一直焦虑原料断供，生怕订单违约，生产线停工。这下原料危机彻底解除了。太好了，看来我预想的没错，废料只是没找对加工工艺，不是没有价值。现在我们彻底摆脱了高端矿源的垄断桎梏。翟总，不好了，赵鑫团队完成了法令水石提纯，检测数据显示，提纯后的钛疗医用级别完全追上了我们的供货原料。不可能！一堆废弃苇矿怎么能提纯出高端医用原料？数据核实清楚了吗？数据100%属实，行业检测平台可查，完全符合临床植入标准，和我们收购的高品位矿成品一样稳定。要是被他彻底吃透这套工艺，以后根本不需要依赖我的矿源，我的原料垄断优势就彻底废了。立刻联系赵鑫，开出双倍价格，加价回购那3座苇量矿洞开采权，务必把这个隐患掐死在摇篮里。赵厂长，我这次可是诚意十足啊，愿意双倍出价回购你手里的瓦矿开采权，还可以长期给你平价供应一定数量的钛矿，你转手就能稳赚一笔，何必死守一堆瓦矿？这些崴路不是废料，是我们打破行业垄断的底气。
你越是加价回购，越能证明这套提存工艺的价值。我绝不会把自主破局的底牌交出去。赵钦，我一再退让给你台阶，你偏要跟我死磕到底。你真以为靠一套提纯工艺就能彻底掀发我在医用原料行业的地位？翟进兴终于慌了，他清楚自己的原料垄断壁垒已经被我们彻底击碎。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资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技术。接下来全力推进微网量产提传。西山伪劣的配套小型冶炼提纯产线已经全部搭建完成，试运行一切正常。医用钛、特种不锈钢2条产线同步落地，我们目前实现了原料自给自足。谁能想到，当初没人要的废尾烫，现在能稳定产出临床级医用金属。技术不分废料和好料，只要工艺到位，就能掌握自己的原料命脉。赵钦居然真的把伪地产线跑通了，他现在不需要我的矿，不需要我的货源，岂不是完全不受我牵制了？不行，老子在猎鲸系统深耕多年，人脉不是白攒的，技术压不住他，价格打不死他，货源卡不住他，那就走监管渠道，立刻递交举报材料，就说他私设冶炼产线无正规审批，违规投产，我非要把他这条产线彻底封停。赵厂长，我们接到来自上级的通知，有人举报你们私自搭建冶炼产线，涉嫌无证违规生产，请出示所有审批手续。李局长，这是我们的技改立项，资源综合利用备案，环保患病全套批文，所有流程公开合规，完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你们的项目属于废弃资源再生，并非非法冶炼，手续齐全，生产合规。本次举报内容不实，回去之后我会正式予以驳回。局长，伪素冶炼就是灰色地带，怎么也要停工审查1个月的时间，你怎么能直接认定合规？这不合规矩。固废再利用，变废为宝是国家大力扶持的做法，而有人恶意举报优质创新企业，这项行为才是不合规矩。赵钦啊，我不仅不会关停你们的产线，还要牵头向上发起申请，把你们轻工科技的反物项目直接定性为资源创新标杆项目。感谢局里公正判定，我们会持续合规量产，深耕医用材料资源技术。合规创新项目，他赵钦凭什么靠着一堆废石头就把我这么多年的原料市场根基给彻底刨断了？老子手上的资金、人脉、渠道全部砸进去，居然半点都困不住他！在此，我正式宣布，我厂自产的医用钛合金、特种不锈钢原料将面对全国本土一切企业平价开放。我们轻工科技不搞垄断，不设门槛，不签独家捆绑协议，所有厂商自由采购，按需拿货，全力扶持国产医器产业链。终于有正规评价的国产医用原料渠道了。众康和外资货商常年坐地起价，捆绑销售，早就压得咱们这些中小企业喘不过气。比起众康的高价原料，轻工品质对标进口，价格却更加亲民。我家厂子以后就选用轻工自研原料了。又是终止供货合同。这群厂商全部倒戈，转头采购赵钦的原料了。翟总，现在全网都知道轻工原料评价合规无捆绑条款，咱们的高价原料彻底没人买了，仓库积压的货物摆满库房，完全滞销。公司资金链已经开始松动，再这样下去，大批量原料积压，回款彻底停滞，咱们中康的整个产业链布局都要崩盘。赵钦这是要彻底掏空我的客户，架空我的行业地位。不能任由他肆意扩张，立刻通知全行业，紧急筹办一切原料行业大会。我要动用行业话语权，当众胁迫所有参会厂商抱团抵制千工原料，谁敢采购，谁敢合作，就是与众康、与整个冶金行业体系为敌。我就算亏了资金，压下库存，也绝不认输。就算不顾一切，也要把赵钦的这条原料普及之路彻底堵死。今天召集各位，只为敲定合作新规。即日起，所有与我合作的厂商需统一签订5年独家供货协议。翟总，轻工科技的医用原料评价高质，没有捆绑约束，不少厂子已和他达成初步合作，你的独家协议恐怕难以执行。我把话放在这里，各位可以自行选择合作方，但别怪我没提醒你，
凡选择使用轻工原料的厂商，众康即刻终止供货，终生不再合作。我掌控着行业大半的冶金渠道，只要我断货，没有任何一家替补渠道能稳定供应高端医用冶金原料。翟总，我们小青业实在为难，轻工原料性价比拉满，能压缩成本、提升品质是利好。可咱们小门小户根本赌不起，一旦得罪众康，被彻底断了粮，就算有轻工货源兜底，短期产能缺口、资质对接有风险，也足以拖垮我们的厂子。我给各位1个小时考虑时间，逾期未签独家协议的厂商，一律视作放弃与众康合作资格，即刻列入我公司行业黑名单。赶紧现场签字，签署5年独家供货协议。不想被我众康和行业封杀，就不要再犹豫。我今天到场，不做强行推销，只为给所有本土厂商同行们吃一颗定心丸。这是我们轻工科技刚刚拿到的量产保供协议。我们通过李局长的人脉，联系到了龙州本地5家正规实验室的合作协议。从今往后，轻工医用钛疗特种不锈钢全天候稳定供货，品质、资质、产能全部可查、可验、可兜底。我赵钦现在就当着大家的面签订一份供货承诺书，我保证众康能做的合规供货，我们全部能做；众康做不到的平价无捆绑自由合作，我们依旧能做，不用再担心断供风险。我们千工必定会为国产产业链全程兜底。既然千工有胆量当中签下承诺书，敢保证他们的完整资质、产能兜底，我就信你。我们小易企业做生意，求的是安稳合规、公道价格，不是被胁迫签霸王条款。这份独家协议我们不签，拒绝独家捆绑，我们选择轻工原料，再也不受高价垄断的气了。你们想清楚，集体拒签就是彻底与众康为敌。后续的原料渠道我会说到做到，全面封锁。陈代理，你托我办的事失败了。现在赵琦还彻底断了我的原料生意。既然你们的国内市场打不垮他，我就从海外下手。我需要你配合，一起联合海外机构进行举报，启动涉外专利诉讼。赵钦，出事了！我们刚出海的那500台设备，途经德国汉默温海关时，被官方临时扣押了。无故扣押，海关给出的理由是什么？是韩国大生的车震哲在汉默国际技术展的现场提起了专利诉讼。我方正式组证，轻工科技的一体式医用母机核心数控轨迹算法、一体式模具结构，全盘抄袭我大生的分体式自研专利设计。同时还有欧洲多家厂商的设计专利被抄袭，属于恶意侵权仿制产品。接到专利侵权投诉，依据国际贸易条例，即刻再扣所有涉案整机设备，等待最终仲裁结果。赵厂长，海关已经出具正式文书，不仅全额扣押500台设备，还认定了全阵线的举报，向你轻工科技开出了100万欧元的天价罚金通知。贝恩集团那边是什么态度？贝恩集团高层明确表示，现阶段卷入国际专利纠纷风险过高，为规避集团损失，他们要暂停所有合作，全程观望本次诉讼结果。车震贤这是掐住了我们的成品和海关节点，企图针对性封杀我们的出口业务。赵厂长，国内市场你或许赢了，但没想到吧，国际赛场的规则和话语权全都握在我们手里。现在设备被扣，合作暂停，天价罚单落地，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怎么翻身。我就是要彻底封死你的国际化出路。一旦专利侵权定性，我们不仅要赔付巨额罚金，海外市场彻底封杀，咱们中国国产的仪器设备口碑也会崩塌。诬告永远成不了事实，我们立刻整理全套资源证据，赶往德国正面应阵，击碎这场恶意专利围剿。在正式开庭之前，我主动约你单独谈判，是要给你最后的止损机会。无偿转让千工所有一体式模具结构、数控轨迹算法全套专利，全权交由大生备案持有。做到这一点，我会向韩国总部报备，将你的轻工科技纳为大生下游分包厂家，同时立刻撤销这次专利诉讼，免除100万欧元罚金。如果我不答应呢？那你的500台出海机床，我会利用海外专利体系的规则彻底锁死，申请强制销毁。不仅要让你这批出口设备彻底报废，还要让你们中国国产设备彻底在欧洲市场消失。在国际赛道，你这种中国小企业根本没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你的技术在我眼里全是漏洞，全是可拿捏的缺陷。你仅凭单方面诬告，就是笃定我没有自研专利背书，行业定论如此。你们国内自研设备大多是借鉴拼凑，手里的所谓专利背书根本经不起国际专利仲裁庭的推敲，你根本没有胜算。趁早交出专利是你唯一的出路。车代表，你太过武断了。这是我们工艺升级完成时就已经申请下来的日内瓦 PCT 全球专利全套档案，包含了全部的一体式模具原始设计手稿、迭代研发日志、
全球优先备案时间错，所有核心技术、研发周期、设计逻辑、结构方案，全部区别于大生所谓的专利立项，证据链完整，全球可查。我们不做口头争辩，因为所有证据已整理完毕，现在就可以当庭举证，公开对质。你想靠海外专利霸权打压我们中国的国产技术，这一次注定落空。仲裁庭上，我们会彻底揭穿你的这场恶意诬告，还中国自研技术一个公道。本次专利侵权经分案，当庭实物拆解、图纸比对，将以设备物理结构、底层机械传动轨迹、结构原型等方向作为最终判定依据，请双方依次举证陈述。我方举证：轻工科技的一体式母机，整体机身结构、图轮传动轨迹、模具拔持工装，完全照搬我方大生老式机床专利，属于刻意仿制侵权。请当庭阐述你方的机械结构是如何完成高精度医用植入片的微旧复加工，其图轮彻差补偿原理是什么？基础结构专利已然成立，精密加工属于常规工况，无需公开拆解细说。不是无需细说，是你们根本解释不清。大生设备沿用的是10年前的固定单图轮传动结构，进进生硬误差极大，只能加工普通标准件，根本达不到医用精密加工的容错标准。一派胡言！韩系重工设备工艺成熟，轮不到你妄加评判。这是我司几个月前提交日内瓦 PTC 备案的全套工装底稿，包含自研双图轮定步结构、微调滑轨传动方案，全部为独立机械设计。所有手绘图纸、结构线算笔记、车间试改记录都有官方备案时间签，具备完整法律教育。我方改良的机械式微分引补偿结构，能手动精密校准加工误差，专门针对医用小件优化。整体传动逻辑、结构布局和大生的老旧单图轮设备完全是两套设计。手绘图纸随时可以补做，不能作为有效凭证。几个月来累积的结构迭代手稿、车间试制报废记录，官方备案存知，环环相扣，如何临时补做？你方只会盗版老旧结构，无法精进医用精密工艺，反倒恶意诬告我方仿制。事实清晰，中国轻工科技设备所有机械结构、工装设计均为自主攻坚，不存在任何侵权抄袭。本次韩国大生财团的诉讼，本庭宣判不成立。经核验双方设备结构、原始设计底稿及备案凭证，韩国大生财团举证无效，专利侵权诉讼不成立，即刻解除对中国轻工科技的设备扣押，所有查封、罚金处理全部撤销。赵先生，终于见到你本人了，现在真相已经完全查清，我们确认轻工设备毫无问题，完全符合我们欧洲的医用生产标准。此前因诉讼暂停的合作即刻全面恢复。我们决定向你追加3年长期采购订单，我方医用集团供货全权由千工承担。全代表，出事了！欧洲的所有合作经销商集体发来终止合作通知，全线暂停大生设备铺货。为什么突然全部终止？海外业内都听说了这次诉讼，说我们自己的技术迭代之后，却恶意诬告中国企业，经销商担心口碑受损，售后不稳，没人再敢和我们合作。全振贤，公司授权你全权负责亚太及欧洲市场。你一场诬告的诉讼，彻底毁掉了我们大生40年积累的口碑与经销渠道，无端败诉，口碑崩盘，合作技术终止，公司所有海外布局毁于一旦，你必须承担全部责任。我只是想打压竞品，谁能想到对方一个中国本土小企业，他的备案能够如此完整？轻敌冒进，决策失误，丢尽大生颜面。即日起暂停你一切亚太职务，等候总部追责处置。全代表，求您想想办法。市场监管局吊销了我的代理资质，我手里的渠道全部大生干了这么多年，我跟着打赢这一回，从没出过其他纰漏，这次真的扛不住，您能不能向总部说明情况？不要追责，不要处罚我，不处罚你，现在说这种废话有什么用？我海外诉讼落败，本就饱受总部问责，你倒好，都是因为你连中国本土松散报备失职，让监管抓住把柄，才彻底引爆全线危机。可这都是长期垄断铺货留下的隐患，是您下达的整体策略问题，不全是我的责任。策略是集团战略，执行是你的本职。出了乱子就只会求饶甩锅，你这代理根本毫无用处。好啊，资质没了，老子的人脉还没停塌，那你就给我等着！全代表，彻底出事了！吕成立资质被吊销后，原本的经销商集体解约，合作厂商全面断供，仓储停运，售后瘫痪，我们大生在国内的整条供应链要彻底崩盘了，全部崩盘。数十年的国内布局就这么没了。吕成立公开向行业内部泄露消息，说我们恶意垄断、诬告禁放，现在口碑彻底落到谷底，海外落败，国内崩盘，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
赵钦，刚刚收到行业通报，大生财团彻底翻车了，吕成立代理资质被吊销，把过去做过的事儿全给抖落出来了。大生在国内的经销、供货、售后体系全线瘫痪，这回要彻底退出国内市场。他们这是自食恶果，靠着垄断打压、恶意诉讼抢占市场，终归走不长久。资本和霸权赢不来市场，只有踏踏实实研原技术、合规经营，才能真正站稳行业脚跟。翟总，目前厂里所有合金库存完全滞销，没有厂商在采购我们的原料，回款彻底停滞。 公司资金链就快要完全断裂，生产线还能撑多久？已经撑不住了。冶炼产线无法维持运转，工人薪资、厂区运维全部卡动，再耗下去只会负债叠加。没想到我垄断多年的冶炼市场会彻底被欠工的平价资源原料冲垮。通知下去，全厂停工，所有厂房设备统一挂牌短让。翟总，已有多家外资企业联系我们，愿意低价整体收购厂区全套资产，出价最快，回款最稳。那就转给外资。本土市场我做不起来，谁也别想安稳接手，干脆彻底脱手，抽身离场。 怎么，赵厂长是来趁火打劫，企图低价吞并我的产业，彻底踩着我登顶？我没有趁火打劫的意思，也不会全盘接手你的厂区。你不吞并，那你今天来做什么？我只收购你厂区与西山矿区的剩余尾浪提泉配套设备，补齐我们的资源化产线短板，其余的主要冶炼厂房主力设备我一概不收。你只收配套设备，放着现成的完整冶炼产业不要？重康扎根本地多年。 养活了大批本地工人，我保留你厂区的小型冶炼车间，继续维持基础运转，保住一线工人的就业岗位。我处处打压你，封杀你，你如今落得碾压我的局面，居然还愿意给我的工人留生路。商业竞争拼的是技术与格局，不是赶尽杀绝，才是本土企业该有的底色。近距离观摩完整套设备，结合过往引进设备的使用数据，谈谈你的看法。 这款德系微创主机整体工艺精良，但我们深耕配套运维多年，很清楚它的致命短板。外企严格禁止整机拆解，所有核心部件不对外流通。一旦设备出现故障，我们无法自主维修，只能全权依赖厂家，维修和更换成本极其高昂。没错，长期进量产使用这设备的话，我们的生产运维就会彻底被对本扛不住，完全没有自主可控性。赵先生，观摩完我们的设备，应该能直观感受到你们国内的医用精密设备和我们的技术差距的天差地别了吧？我们已批量引进这款微厂主机，为降低后期运维成本，希望贵方可以单独配套收售核心零器件。 整机可以卖给你们，价格由方统一制定，又没有量加间，但所有核心精密零件绝不单独外销，这是我们的对核心技术的保护措施。只售整机不供配件，等于把所有售后主动权握在你们手里，对合作方极度不公平。这就是我们的核心设备，就必须接受我们的定价和售后条款，你们没有选择的资格。赵总，我结合多年实操经验，记录了多处设计缺陷，发现这款德系设备结构固化，微调容错率低，密封设计只适配欧洲工况，和我们国内医用生产场景联性很差，实用性并不适配。靠技术垄断封锁配件，抬高价客户，这种模式看似强势，实则固步自封。技术在我们手中，规则就由我们制定，你们中国企业只能依靠引进、跟风模仿，根本没有自研能力。 既然海外层层技术封锁在依赖进口，那我们就立刻立项自主研发国产智能微线系统，做出适配本都工况、完全自主可控的医用精密设备，攻克这套精密系统。本次高端微创主机招标，现场以样机上机实测为准，实测数据作为核心评标依据。这次招标的实测演示环节，只允许预留我欧泰设备的上机通道。赵琴。 现场风声不对，业内已经传开谣言，都说我们轻工的微创设备技术低端，精度不达标，根本达不到高端医用标准。空穴来风必有因，这些谣言绝非凭空出现。我刚刚打听清楚，是雷克斯私下串联了多家采购单位，还提前贿赂了部分招标负责人，刻意排斥我们的国产设备。 想要给外企设备垄断本次正标渠道，他这是想靠场外手段锁死我们中国设备的正标出路。本次现场实测，优先请德国欧泰设备上机演示，其余厂商设备请暂缓测试。轻工科技的设备，此次招标会下发通知，驳回测试资格。招标规则明文规定，所有入围厂商均可上机实测。 为什么唯独驳回我们轻工的测试资格？本次场次名额有限，要优先适配成熟进口设备，国产设备暂不参与现场演示，静待书面评标即可。赵先生，高端精密一切赛道从来都是我们外资设备的主场，你的中国技术底蕴不足，强行上场测试，只会徒增笑话。不靠设备实测比拼，
反而靠贿赂串联、散播谣言、封锁测试渠道，这就是欧泰的竞标底气。商场本就优胜劣汰，资源和人脉都在我们手里。就算你们造出设备，找不到展示渠道，没有竞标机会，照样无法立足市场上。我这是要给你上一课。太不公平！他们靠场外操作垄断竞标，根本不是凭技术实力竞争。今日他们刻意封锁我们的展示机会，看似占尽上风，实则恰恰证明他们畏惧国产自研技术。没有公平竞争的壁垒，终究撑不起真正的技术优势。既然主办方不给国产设备实测机会，那今天我就以一名技术工人的身份，当众拆解这台进口欧泰主机，让大家看清高端德系设备的真实水灵。赵厂长，这可是欧洲进口的主流微创设备，难道存在技术缺陷？首先是核心光临池，完全独家定制封装，没有任何通用的可替换配件，一旦损坏，只能向该集团申请整机维修或更换，这是他们常年用来卡住国内医疗机构的维烧命脉。其次，整机内项没有长效无菌防护涂层，长期医用作业极易机构滋生细菌，完全不符合国内高频临床使用标准。最后是核心响应短板，它的机械传动响应延迟偏高，微调容错率极低，应对复杂微创手术过况，稳定性很差。立刻停止你的拆解！私自拆解我方设备，恶意诋毁产品，你这是违规行为！这里是招标会，设备是公开流通采购的合规样机，我当众拆解核验优劣，何来诋毁之说？你敢封锁竞标测试渠道，却不敢让人公开查验设备短板，马上把样机收起来，立刻终止这场闹剧！不用争抢设备，我们全程亲眼目睹、亲眼查验。赵厂长所说的3大硬床全部属实，无菌涂层缺失，维保被卡，工况不稳。这种设备根本不应该落地我们中国国内的临床科室。原本敲定的欧泰采购意向，我要正式取消。你们不能仅凭片面拆解，否定我们的国际顶尖设备。真正的顶尖技术，从不怕公开拆解，不怕公平围比，靠垄断封锁、场外操作抢占市场，还暗藏多处致命硬行。这样的进口设备根本不配进入我们中国的一切市场。赵厂长，我们的新一代5轴智能微创主机终于正式整期下线了。自研的光悬储和无菌涂层全部根据国内标准和实际使用场景调试到位了吗？整机传动响应速度、微调容错率各项核心参数已经全部调试完成，现在能够全面对标，甚至超越欧泰的同款设备。设备成型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必须进入高精度无菌恒温厂房，完成全套临床模拟测试，才能真正落地投产。赵琴，出事了！我们对接的所有高精度无菌恒温测试厂房全部临时终止租赁合作。全部终止？他们的说辞是什么？对方都以档期排满、设备检修为由推脱，是雷克斯从中运作，全面封锁了渠道。赵先生，听说你们的新样机顺利下线了，恭喜啊！是你刻意封锁了我们的所有测试厂房，没必要假意客套。你的新设备参数我已经看过，确实有进步，但那又如何？没有无菌恒温测试环境，你的设备完成不了临床模拟核验，过不了行业认证，就是一台废机。你靠封锁测试条件阻碍国产设备认证投产，根本不是技术竞争。我绝不会让一中国设备抢占我们的高端一技市场。只要我封死所有测试渠道，你们的新品永远无法上市。目前全程合规的专业测试厂房全部被限流封锁，我们短期内找不到替代场地，新品测试彻底陷入停滞。他想靠外部壁垒困住我们的技术，只会逼我们彻底自主闭环。没有外部测试场地，那我们就按照认证标准自己搭建测试车间。雷克斯，你封锁所有外部测试厂房，无非是想卡顶我们新品的认证东路。我只是让行业规则回归正轨，没有合规测试条件，你们的中国设备就永远别想拿到上市资质。我向你发起公开行业对赌，你敢不敢接受？3日之内，我们自主建成5座医用无菌恒温测试车间，圆满完成72小时不间断临床模拟测试。你高精度防控业 base 唯一不去配表，中国无法这么快配齐。若是我做到了，你要公开承认轻工设备技术的水平，永久放弃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打压。若是我失败，我们的新品永久封存，此后不再涉足高端一切赛道。我倒要看看，短短3天，你要怎么变出一套专业的测试环境。赵琴，雷克斯说的没错，无菌恒温车篮的专用保温板材、精密温控配件货周期极长，3天落地5座，难度太大了。
我们已经突破核心设备技术，绝不能卡在配套基建上。立刻对接所有合作材料商，我亲自和他们面对面详谈，同时加急采购测试车间的配套物料。现在我们的物料被外资全面封锁，3天对赌期不等人，我们没有等待的余地。即日起，全场各车间交叉支援，实行3班倒连夜施工，全力搭建5座无菌恒温测试车间。赵总，关键保温板材、无菌柜件迟迟不到位，外部供应商全都刻意拖延，就算全员加班，没有物料也难以施工。我刚刚巡查完厂区，咱们厂区还有多处闲置控制房间，结构规整，空间合规，完全可以实现改造利用。赵厂长，你的方案具体是什么？我们放弃等待外购成品板材，组织技工，手工定制无菌隔断，利用现有边角链材、密封辅料自主加工，搭建标准化简易无菌测试空间。手工搭建的隔断能达标医用无菌恒温控温的标准吗？一旦参数不达标，对赌依旧会失败。我们工厂的师傅们干了几10年的重工精密装配，熟悉所有密封控温结构原理。我会亲自带队拆分细架工序，分层做密封隔温处理，精准调试恒温系统，严格对标医用测试标准，绝对能满足72小时连续临床模拟需求。立刻开工！技术组负责温控、无菌参数调试，生产组负责改造搭建、手工制隔断。所有技术人员3班倒不停工，抢工期，保标准。外资掐断物料供应，就是认定我们只能依赖外购。咱们就地改造，真能补上这么大的缺口吗？国产技术从来不是输在能力，只是常常被外部供应链卡脖子。今天，我们就是要靠自己的手艺，硬生生拼出测试场地。全部车间无菌等级恒温精度完全达标，我们真的做到了不靠外部供应商，按时完成了所有测试场地搭建。雷克斯低估了我们中国工厂的韧性，低估了我们工人自力更生的底气。正式启动整机72小时不间断临床模拟测试。赵厂长，72小时临床耐久模拟测试显示通过，设备全程稳定运行，无任何故障偏差。测试结果公开透明，全程可溯源，赌约条件我们如期完成。现在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就算你们测试达标，也不代表技术真正追平了欧泰。或许这只是单次工况的偶然结果。72小时连续耐久测试，参数真实可查，怎么会存在偶然？赵厂长，你的设备性能、安全性双优，已经实打实超过了进口设。我不认可这份结果。所谓的赌约并不作数，我不会公开道歉，更不会放弃任何现有市场。当众立下的行业公开赌约，出尔反尔，欧泰的行业信誉何在？信誉要靠实力支撑。你们就算造出合格设备，也触碰不到国际行业的核心规则。我早就对接了国际医疗器械标准委员会，正式提交干预申请。委员会已经裁定，暂时拒绝接纳你们的国产设备底层控制前议，不认可你们的技术准入标准。你输了技术比拼，就动用欧美那套行业壁垒，想要刻意卡线我们。技术赢了没用，规则话语权就是握在我们手里。没有国际准入背书，你们的设备性能再优秀，也进不了全球高端一切市场，永远只能局限在中国这片小赛道里。简直蛮不讲理！实打实的测试数据碾压，却被一纸行业规则刻意封锁。你们可以垄断一时的行业标准，却封不住中国技术突围的脚步。靠规则打压、耍赖避战，恰恰证明你们彻底输了技术，输了底气。赵钦，国际医疗器械标准委员会正式驳回了我们的数控标准入档申请。欧美派系统一裁定，以国产本土技术不成仇，如非自研求功，见证我们的底层数控协议。这个结果早在预料之中。他们从来不会心甘情愿认可中国自研技术。赵先生，收到委员会的通知了吧？哪怕你测试数据再好看，没有国际认可的标准背书，你的技术就是不入流的野路子。靠派系垄断裁定，主观定义技术成熟路，而非凭实测数据评判，算不上公正判定。行业规矩向来如此，我已经联合多家各外权威实验室，替你们对外发布了全新的设备评测报告。你们的那份报告数据完全失真，刻意篡改了我们的耐久测试、精度误差等核心参数，你这是蓄意抹黑我们的中国技术。评测话语权的机构没人会深究数据细节，只要舆论坐实你们设备稳定性差、技术不成熟，你们就永远别想进军主流市场。越是刻意抹黑，越说明你们心虚。真正落后的技术，根本无需大费周章诋毁打压。
不过我们也有意外收获。最近几天，多家海外中小一切厂商私下联系我，他们是什么意向？欧美大厂的设备定价高昂，配件垄断严重，售后成本居高不下。这些海外厂商也一直深受巨头的技术垄断与压榨，想要联系我们，引进我们的低成本高适配的中国方案，替代昂贵的德系美系设备。没想到他们的恶意封锁，反倒让自己人也看清了这些暴力和霸道。欧美巨头垄断主流标准，我们就先扎根全球细分市场。用高性价比、完全自主可控的资源方案，打破欧泰的独家垄断，让咱们中国的精密一切技术一步步走向全世界。今天，我代表千工科技正式对外官宣，我们自研的医用机械轨迹底层协议无菌涂层基础工艺将面向全球企业永久免费开源，海内外的所有中小一线制造厂商均可无偿获取全套技术图纸与工艺手册，合规落地使用。我们希望能够彻底打破部分巨头企业的专利垄断行为，不再让整个行业被高价配套和技术困住发展。立刻联系行业协会，叫停这场发布会，绝对不允许他们公开核心技术工艺。先生，已经来不及了，全套开源技术资料已经通过行业公示渠道对外散播，海外多家厂商高兴得像疯了一样，已经登记备案了，根本无法拦截。他竟敢将核心工艺开源，这套底层轨迹设计、无菌涂层技术是我们维系多年的专利壁垒，一旦放开，全球厂商再也不用高价采购我们的核心配套零件。刚刚收到海外电报，已有数十家欧美、东南亚厂商明确表态，将全面适配千工科技的开源技术，替换从我们这里采购的配套方案。立刻联动所有合作资本，向国际医疗器械标准委员会施压，勒令他们否决这套开源技术，定性为非合规工艺体系。海外资本已经集体向国际委员会施压，企图利用行业规则全面封禁我们的开源技术传播。他们妄图用垄断的旧规则压制新生的中国技术，但大势所趋，技术一旦公开共享，整个行业的动向就不会再受单一机构的约束。结果确实适得其反，各国厂商深受欧泰为首巨头的高价压榨，如今纷纷主动对接适配我们的开源工艺。我们普惠稳定的方案更受全球产业认可。他们可以垄断一时的行业标准和名单，却垄断不了全球产业的选择。靠封锁和暴力维系的技术霸权，终究抵不过开放普惠、自主自强的产业大势。我们发往欧洲、北美甚至东南亚的多批微创设备样期全部被海外海关扣押了，所有的合规出口配额也遭到了无理封禁。我们手续齐全，合规报关，为何会突然扣押封禁？已经查实，是雷克斯牵头联合一众欧美外资资本团向各地贸易协会和海关施压，单方面收紧进口贸易配额，专门针对我们中国仪器设置了新的准入壁垒。不止样机被扣，我们此前敲定的所有海外合作订单全部被对方临时冻结。合作方虽然也很无奈，但还是纷纷发来暂缓履约的通知。我输掉了技术对赌，就要彻底封死你的出海之路，让你所有产业布局、技术突破全部白费。你的技术比拼输了，专利壁垒、行业标准也全部破产，现在只能动用资本和贸易霸权。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偷的反扑。用你们中国的老话讲，成王败寇。我已经联动海外资本全面锁死你们的出口渠道，禁止国产一械进入所有欧美及东南亚主流市场。没有配额，没有准入资质，你的设备只能困在本土，永远成不了国际主流产品。海外主流市场彻底封禁，我们的高端设备外销线路完全中断，长期下去，海外产业布局会完全停滞。这和应用方对索苏姆雷专入整个国家贸易规则和资本力量是要进行彻底的封锁啊！他们可以垄断一时的国际贸易通道，却垄断不了我们的产业出路。欧美主导的主流市场封禁我们，那我们就干脆跳出他们的规则体系。我们要主动出击，开拓新兴海外市场，不再靠对方厂商的配额活命。只要我们能真正的接近、深入到那片市场土地中，开辟新的通商渠道，打破海外厂商目前过分单一的市场依赖，那么对方的贸易壁垒便只是形同虚设。今天我们公开全套自研资料，接受全球同行的核验。你们的开源底层轨迹协议、无菌涂层工艺是否存在对欧美核心技术的隐性绑定？一旦存在受限的问题，设备将无法量产。我们所有工艺、算法、结构设计均为自主攻坚研发，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与 PCT 延伸专利，全程可溯源、可核验，不存在任何外资技术绑定或专利挂告。这里是多年迭代的验机构的检测报告，全程具有官方比对德系设备参数，直观验证技术差异。经过全面比对，你们的微创设备在综合精度、运行稳定性、无菌安全性这些方面
的确优于欧美巨头的同类产品。既然欧美市场刻意设限，我们第三世界还是愿意绕过他们无理的垄断贸易体系。我们愿意和你们中国轻工科技建立专属的外贸合作渠道，批量采购中国设备。多谢你的贸易封锁，它从来不会成为困住我们的枷锁，反而成了倒逼我们破局的契机。就算拉拢到部分小众市场又如何？脱离欧美主流贸易体系，你们的体量永远成不了气候。我现在可以明确告知你，目前已有20多个海外合作方敲定了长期订单，整体采购规模、出货总量已经远超我们被你封锁之前的水平。不可能，我们全面封禁了你们的主流出口渠道，你们怎么可能逆势暴涨订单？因为这是一条全新的全球产业通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厂商彻底看清了你们高价垄断、规则霸凌的真面目，主动选择我们自主可控、性价比更高的中国技术。从韩国大生财团到你的欧泰集团，以及这次的整个欧美贸易体系，你们的每一次打压都是在逼着我们中国企业突破升级。时至今日，你们的所有垄断手段全部失效。靠壁垒和霸权维系的市场，终究是镜花水月。真正的技术底气，从不怕任何封锁挤压。属于我们中国制造的自主时代，已经正式到来了。今天要敲定一项新的布局，我计划启动西部产业帮扶项目，在我国西部省份的何氏县域落地一座基础手术器械加工分厂。赵总，这个方案我持反对意见。西部省份地域偏远，交通条件落后，物料运输、成品出货的物流成本会大幅增加，非常不利于建厂投产。不止物流问题，西部工业基础薄弱，当地几乎没有成熟的产业工人，整体技术水平不足，贸然投产不仅生产效率低下，产品品控也无法保证，只会严重拖累公司整体利润。不仅短期没有收益，还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搭建产线，维持运营，这笔亏损得不偿失。企业发展不能只盯着眼前利润。西部省份地域广阔，劳动力充足，场地成本低廉，最大的短板只是缺少产业扶持和技术入口。我早已做好配套方案。我们推行总部技工驻点带教、定向培训的模式，抽调厂里资深技师长期驻厂，对当地工人进行系统化技术教学，从基础零件打磨、器械加工到成品品控，从零搭建标准化生产流程，慢慢培育本地技术工人，彻底补齐西部产业短板。这套模式确实可行，既能解决当地工人技术不足的难题，也能稳步搭建西部稳土化产能。从长远布局来看，西部分厂可以全权承接基础手术器械产能，让总部产能、技术力量全部集中攻打高端精密设备，形成高低端产能分流，优化整体产业结构。我们凭借资源技术打破外资垄断，站稳了国内的高端市场。现在就更要扛起本土企业的责任，带动西部就业与地方产业升级，这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根基。是我们眼光太过局限，没看到长期产业价值与社会责任。这个方案确实兼顾大局。那我们即刻对接西部省份县域，筛选合适建厂地址，敲定技工调配、工人培训方案，稳步推进分厂落地建设。今天开始，我们手把手1对1带教基础手术器械锻造与精加工工序，大家先熟悉图纸结构，再上手实操。师傅，这类精密机械图纸我们从来没接触过，线条尺寸和标注内容都完全看不懂。我刚才试着简单操作了几遍，要么尺寸偏差超标，要么打磨纹路不达标，次次都出错。实在不敢继续练了。不用慌，你们都是零基础入门，出错是常态。我们从总部过来，就是为了专门解决这些问题的。咱们现在不管进度，先认图纸记参数，再练手工打磨、基础锻造，一步一步吃透流程。我保证每个人都能独立上手。那外地的大企业来咱们县里建厂，看着是带动就业，实则就是抢占咱们本地的加工生意，这是要挤压我们本土商户的生存空间。没事儿，听说他们的器械标准特别高，白白浪费资源和时间，迟早做不下去。目前分厂里的培训进度还算平稳，但本地不少商户心存顾虑，担心我们会抢占生意，正在私下散播负面谣言，不少村民都被误导了。他们是不了解我们的布局，才会心生戒备。我们建厂不是为了挤压本地商户，本地商户擅长传统加工业态，我们在这里主打的基础医用器械赛道完全不同。我们培育本地技工，最终是为了给县域留下成熟产业、就业岗位和技术体系。只要我们踏实带教，稳步投产，用实际成果落地惠民，留言自然会不攻自破。年轻人们的学习劲头很足，虽然起步慢、差错多，但大伙儿都肯吃苦，愿意学。分层教学的方式很适配他们的节奏，再过一段时间就能形成稳定的本土技工队伍。所有质疑和流言终会被实打实的产业成果击碎。你们外来人占了咱们县里的地，开工生产就得守本地规矩，每月必须上交管理费，懂不懂？这是本地多年的惯例，想要安稳干活，物料顺利运输，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我们这是省级产业扶贫项目，正规建厂投产，没有给这些地痞流氓交保护费的道理。什么扶贫项目？在咱们西部地界，没人会特意为你的外来企业听我们的。今天不交钱，以后物料一车都别想运进来。你们在这里阻拦厂区运输，恶意索要费用，已经属于违规闹事了。
少拿规矩压我！在这片地界，我们识相的就乖乖掏钱，免得你这个宝贝厂房让我们给砸烂掉。看清楚，这是省级医疗产业扶贫的官方批文。我们分厂是官方重点扶持的正规产业项目，所有建设、生产、运输流程均受官方保护。一纸文件而已，吓唬谁呢？县里的事儿，我们县里自有处置方式。扶贫兴业是省级重点工作，任何个人势力都无权阻挠项目落地和勒索企业。你们仗着地处偏远，监管妄为，这是违法行为。我已经联系了当地公安，如实上报了你们聚众闹事、勒索企业、阻拦生产的全部情况。别！我们就是随口说说，没有真的闹事，不至于惊动公安。仗势欺人，阻碍地方产业发展，就该依法处置，绝无姑息余地。聚众相关所企业阻挠重点扶贫项目建设，立即带回公安局问询，依法予以处罚，后续从严追究处理。一晃10年，从最初一间小作坊，到如今的全产业链高新产业园，我们真的一步步扎根、成长、突围了。最开始只是想突破一项被卡脖子的技术，没想到坚持资源、踏实深耕，硬生生走出了我们国产一切的自主之路。当年所有打压我们的对手，无论是本土投机垄断的同行，还是靠技术、贸易霸权封锁我们的外资企业，全都因为固守壁垒、违规逐利，陆续被行业彻底淘汰出局。事实证明，靠垄断和壁垒换来的市场从来都不长久。行业发展的本质永远是技术创新、踏实实干。更难得的是，你当年大胆公开的开源技术，彻底盘活了国内整个一切行业。如今，全国本土器械厂商都完成了技术升级，中国高端一切也彻底摆脱了对外依赖，行业整体焕然一新。工业自强从无终点，10年突破只是我们扎根实业的第一步。如今我们已经实现全产业链自主，接下来你还有新的规划。核心技术没有太多的东西被国外的巨头和体系卡着脖子。接下来我要持续迭代高端应用设备工艺，不断优化整个产业链，将矿产、冶金、精细加工、智能数控环节全部闭环，补紧每一处技术短板，彻底摆脱所有外部技术和供应链依赖，才能牢牢守住中国医疗设备的安全底线。医疗工业关乎民生根基，容不得半点依赖，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做企业不只是求发展、扩规模，更是守住民族实业的底气，让国产技术不再受制于人，真正立足国内，走向世界。10年风雨啊，从被外资处处打压、被同行轻视质疑，到如今领跑行业、赋能全产业，你终于实现了一直以来的初心。时代向前，创新不止，前路是没有终点的，唯有深耕不息。如何坚守实业，不断自主创新，正是我们中国工业人永远的使命。